今天的职能视角，土豪聚集的村落原来是长这样的。那边有很多以前那时候暴发户，就是靠那些赚到很多钱的人。相信我，这次我不是去俩搞的。等一下，我这边一下。难道这里的人以前收入不好，都吃这种东西？带他去汕头那小公园，是他撞球啊。撞球。传说中，1990到2000年代，在中国有个地方，因为外来商人的贪婪，成为了世界最毒之城，河流酸化，寸草不生。但20年后，商人们开着豪车去了其他城市，村民们却只留下了各种怪病与恶性肿瘤。2006年，一群法国记者来到了这里，发现整个城市都法大了，才惊险万分的把故事带出中国，并揭发给了世界。现在我们又再度过了一个20年，他们现在还好吗？但是在开始之前，先跟我来去接收仔。我们这次要去的是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城市拍片，在当地，汽车才是最完美的交通工具。但我的中国驾照已经过期很久了，没想到我的友人告知我，听说现在台湾人到中国可以直接换照，效期是3个月，而且不用考照。他说他也不是很了解，不过可以让我去试看看。就在这里体检，没想到这还真的很酷啊！左眼视力检测，请选择是标开口方向。正确。听力检测，请选择声音方向。正确。上肢检测，请将双手张开，放在上肢检测区域，双手放平。业务受理成功。中国现在考驾照除了路驾以外，体检竟然已经完全由机器代劳。虽然过程是很新奇啦，但我都检完了才发现，以临时加持证明，不要做体检啊。我楼上叫我下来体检啊。那你，但临时不用体检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按了体检了，可以下面退。哦，可以退哦。哦，这么好！我靠，现在才029哎，现在才029，我0050哎，他真的退了45块给我。刚刚帮我体检的是机器哦，但签名的是医生。医生在哪里？干你如果来旅游，他妈的要换个驾照，实在是没合爱丹那顾。他们2个大爷等到睡觉。我下次还想办临时的话，等它过期，就比如说26年6月13日这一天，或者这一天之后才能办下一张。好。然后这1年内不能丢，丢了是补不了的。好，1年办一次的话很屌吧？1年办一次，1个小时划算吧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跟胡歌一样，因为我们都爱欧派。勇者が巨乳が好きで何が悪い？本来以为接下来是无趣的2个小时高铁路程，但没想到。想19，不是19吗？是10。过去还是5车吗？这是5车啊。我们19号 A 是哪里？哦。大行李箱怎么办？大行李箱放这里。买票的时候看到卧铺的价格竟然跟2等座差不多，想说这么便宜就能够躺平啊，没想到周末由于客流量大，中国高铁就会把卧铺的舱位变成这种以坐代卧的方式，来极大化运输量。这种相亲式的座位安排方式，2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真的很难不开口交流，你说是吧？看起来你好，像大学生啊。是吗？我80后看不出来。你是个孩子。汕头又好吃，汕头复合城牛肉丸最好，鱼啊虾肉啊这些都是汕。所以汕头人吃海鲜。汕头人吃海鲜。我看你们很恩爱。在潮汕这边一夫一妻都比较多。我们大家都一夫一妻的，讲的好像其他地方都多夫多妻一样。对，到了吗？不是，可以的。到了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他们还牵手，怎么这么恩爱啊？全新老二，有没有人要买？好了，终于到了。现在这里是汕头的龙岩南路，也就是车上的那个姐姐呢，跟我说呢，叫我一定要来看一下的地方。她说，就是这里是来汕头最需要来的一个美食圣地。我都已经9点了，今天一天都还没吃东西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吃。鹌鹑蛋吃甜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蚕宝宝吃的那个。天哪，Chinese沙西米，完全没吃过的味道，就台湾没有。对，明天就网红了，明天就网红了，明天哎，
汕头市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，人们也意外的比许多大城市更亲切。但我们此行的主角并不是汕头市，所以想看汕头市民与他们的美食，可以到桂园里面看哦。我好想吃这个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们不就是为了它来的吗？好像不是哦，不是说好要带大家去看那个地方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呢？你的垃圾可能是别人的宝藏。好，我现在来到这个中国呢，昔日被称为世界最毒首都的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桂屿镇。在1990年代到2015年，全世界有75%的工业垃圾都来到了桂屿镇。你一定会想，这么多的垃圾都来这里做什么呢？来这里淘金啊！当年这些洋垃圾从世界各国被汇集到这里之后，商人们利用资讯差，说服当地的居民使用超高污染且危险的酸石、焚烧等原始方式，将其中的贵金属取下，再转卖回各大先进国家，以谋取暴利。那个共产主义的神人马克思，他曾经呢，在他的《资本论》这一本书里面呢，有引述一段话，就如果有一件事呢，它能带来10%的利润，那它将被到处使用；如果有20%的利润呢，它就将活跃起来；有50%的利润呢，人们将铤而走险。为了100%的利润，人们就敢践踏法律；如果它有300%的利润，人们将不惜牺牲生命。在这些电子垃圾中啊，其实里面含有很多金银铜之类的贵金属。传说中以当年的价格来计算，他们进口1公吨的电子垃圾啊，价格大概是1000美元左右。但是交给这些农民工呢，用烧啊、酸洗的方式洗完之后，所获得的金银铜呢，再把它卖出去国外呢，可以获利7000美金，也就是妥妥的700%。这利润甚至比很多赌博的赔率都还要高了吧？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啊，像这种需要牺牲健康的工作呢，老娘才不做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在2000年代的中国啊，就算是北上广深4大城市呢，他们的薪水呢，也不过就是300到500块人民币而已。更不用说当时的农民工啊，如果这样努力1个月辛勤的工作，可能也只有100块人民币的薪水。但他们只要在那边烧主机板呢，烧1天，就能满足他1个月的收入。相对于现在的台湾人来说啊，如果呢你去做诈骗呢，大概也能获得相当的收入啊。如果是这么高的收入呢，你干不干呢？根据我收集的资讯，当时像这样的工作坊最密集的就属桂屿镇的华美村啊。那有很多以前那时候暴发户就是靠那些赚到很多钱的人。这是一个布告，在宣布说是政府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，还有正在做什么事情。这好像也是一个蛮酷的，因为其实台湾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政府在做什么，只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吵架。这2个超级小孩就骑着车子，他们都很小就可以骑这个车了。这里以前被铲除掉了很多工厂，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湿地，然后它就盖成了一个湿地公园、湿地码头。好痛哦！而且它从2006年被烧到现在。我现在身后的就是灾区中的重中之重啊，就是当初我身后这条链江呢，据说呢就是整条是黑色的，然后发出恶臭，只是生人勿近啊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没有闻到什么臭味，好像整治的是还不错的。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故事吧。是摄影中心呢，感觉就会留下什么历史的照片。一般都是这个我们就会移的，就是有政府有这个配合的。哦，大概在这边至少也住了20-30年以上了吧，40-50年，20-30年。出生的。他在这边出生啊？我们4代人了，100多年了。100多年都做照相？对。那你们肯定有很多宝贝在这里面。可是因为你们是有这个国家管制的展厅，是不是？陈大哥的宝库记载了1个世纪以来的珍贵中国影像，不过需要跟当地政府申请才能拍摄，不知道有人想看吗？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申请看看哦。喝茶，谢谢。喝茶，不客气啊。我们潮州人就喜欢喝功夫茶。所以以前这边的状态，这里还好，就我们林乡北林那边，就家家户户都是在拆解的嘛，拆解电子的，就几乎是家家户户就对了。几乎是家家户户。我们这边还好，那边整改，很多人都不能在家里面拆解了，就比较有些人就是觉得不太方便，然后他们就统一，政府也要求统一要进园区，所以有些人就选择放弃了。那本来做那些的人，现在都做什么去了？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是跑到华强北那边，深圳华强北内衣工厂也挺多，我们这边。
哦，是工厂，就是有加工厂在这边。对，一条龙就是全部都是自己生产啊，自己外销啊什么的。哦，所以这边现在的主要的产业变成是内衣，是很大的产业。内衣是陈店那边最先起的，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，没有什么高学历的哦，就一般就领一些回家，就做一下手工啊，做一下内衣啊，一些配件手工什么的。正当我跟他们家的欧舅厂聊完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，陈大哥很热心的说要带我们了解一下桂鱼文化。这个全部姓陈的，是一个老祖宗生下来的。啊，你们这边都是姓陈的？对，带你去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单位，我是这里的副会长。这个是国家级的，我照相馆是7级的。啊，桂鱼接路棚，接路棚是什么？接路棚就是在街上搭个棚子，拜老爷的时候就是猪发展，拜拜的时候，拜老爷的时候，对。所以这边桂鱼这边拜老爷是拜，这是拜这个像东西唐朝的中期张巡公，中期对。要有特色的小吃就是在老寨子、老房子里面，大家早吃一下麦烙。麦烙是我们这里贵才有，其他地方没有的。哇，这个店太酷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这边一下。没关系啊，上电视可以的啦。没有，再上也我这么胖都不怕了，你的。所以这间你们从小时候吃到长大？对啊。所以是吃甜的。对。麦烙，有姜，有姜水啊，就是姜汁的味道。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，然后是甜的，因为它有油葱，然后它有姜汁，然后就还是甜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台南人算小咖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们要喝茶，所以你们吃甜一点没有关系。所以因为你们喝茶，就那个味道就会比较缓和了。对，老板是朋友啊，我们这么好玩。他们不是，我以为是，结果是直接在这里泡茶。其他同事来就没这个待遇啊。哦，没这个待遇是 VIP 啊。对。啊，大哥，这个是？这个是手方向盘的。哦，这是手方向盘的。对。哦，害我误会了，你知道吗？还可以防身的。哦，对，我以家也过来啊。啊，还可以防身，就对。对。啊，我以为是跟台中一样。这个也太在地了吧？啊，这个是老板娘。对。你是传人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对。这是爸爸传下来还是？爷爷传下来的，这个都是我们特色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叫阿姆的是它里面有鸭脖，也是糖的哦。外面阿姆嘛，阿姆呐，我们叫阿姆，是因为它形状长得像阿姆，对。但是它是甜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它是甜的。今天刚做的，比较脆。自己拿哦。自己拿。没事，自己拿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没事。这是老饼。这是烙饼，但是这个是猪肉的还是豆沙？这猪肉的。好，很好吃的，很脆的，是今天刚做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我们有啦，冬瓜肉饼。没这么好吃的，真的，这个非常特色的，你吃一个。好，绿豆沙的，这素的。拜观音啊，什么要素的就是。啊，拜观音素的。绿豆沙。啊，绿豆的竟然比我们的不甜，所以还蛮好吃的。因为阿嬷他们以前做那个都太甜了，这个好吃。对。我的3kg 7块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老板豆虾，谢谢。有过来就来做啊。好，谢谢。临走时，陈大哥还给了我们最后一个建议呢。上次新加坡那个表哥表姐过来，我带他去汕头那小公园吃那撞球啊。撞球？等一下，陈大哥那天说的是这个撞球吗？你这个来一个，这个来一个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后果。后果。你没出
挂你来尝，特别香。好，再来2碗汤。那是粽子，下面是咸的，然后上面是甜的，上面就是豆沙。它的咸的部分本来就是咸甜的，它的甜的部分是全甜的。来啊，我吃后果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个后果上面有很多这个海鲜，它的那个桂皮是我们那种咸酥鸡炸的那种咸桂，它下面有用油锅煎过，所以它下面的皮是脆脆的，这个是真的蛮好吃的。2014到2018年，中国政府建设了统一管理的拆解园区，并开始扫荡非法拆解的工作坊。现在的桂屿已经从刺鼻又暗沉的世界最毒之都，变成了那个淳朴的小镇。也许看影片的你这辈子都不会来到这里，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感想是，开发中国家常常因为资讯不对等，而遭到先进地区人们的剥削他们的健康与他们的人生。而就在你我观看影片的同时，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开发中国家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剥削，而他们可能对剥削这2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完全没有概念。